大家好，看看我身后的风景啊，是不是特别好看？这就是夏季的北疆。那我现在是在北疆一个特别有名的景区，叫做喀纳斯。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就很神圣？这里除了有草原，除了有湖泊之外，还有成群的牛羊。而这次呢，我也会开着一汽大众 ID.6 Cross 开启我的北疆之旅，纯电车自驾新疆，你们觉得可行吗？每年的这个时候呢，就是北疆最美的时候了，也是最适合来旅游的时候。因为其他季节呢，北疆都被大雪给覆盖了。那趁着这段时间呢，也和大家聊一下关于北疆环线的路数。也大部分人都会选择飞乌鲁木齐，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在乌鲁木齐租个车，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建议各位可以租一辆带点越野的 SUV 车型，因为新疆的地貌呢毕竟是比较复杂的。那第一天呢，我们从乌鲁木齐出发，沿 S21沙漠公路经过乌伦古，我们可以到布尔津县呢去吃当地的冷水鱼，然后在这里休整。第二天呢，就可以直奔喀纳斯，在这里呢有喀纳斯河，有中哈第一村、白哈巴，风景呢都是特别好看的。那第三天呢，我们从阿勒泰前往克拉玛依，那在路上呢，我们会经过比较出名的世界魔鬼城，在这里去打卡拍两张照片，还是挺好看的。然后晚上呢，你可以在克拉玛依市休整。克拉玛依呢，虽然地处边境地区，但是它的人均 GDP 是很高的，因为克拉玛依呢是我国第一个开展出大型油田的地方。而克拉玛依呢，它翻译成汉字的意思，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就是石油的意思。而第四天呢，我们就从克拉玛依直奔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这里真的美到令人窒息啊，兄弟们，这绝对是新疆必须要去的一个景点。那赛里木湖游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前往霍尔果斯口岸或者是伊犁进行休整。那途中呢，会经过特别有名的果子沟大桥。那到达伊犁之后呢，如果有想要前往哈萨克斯坦游玩的朋友，带好你的护照，就可以去汽车站买票，然后直接前往哈萨克斯坦以前的首都阿拉木图了前提是一定要带好护照啊。那第五天呢，我们从伊犁出发，可以前往伊兆公路去看一下关于北疆高海拔的草原风景。然后我们从伊兆公路下来之后不远呢，就是中国唯一一个没有红绿灯的城市特克斯，这里呢又被称为八卦城，整个城市的建筑是非常有特色的。那到这里，如果时间有限的朋友呢，就可以直接前往乌鲁木齐结束你的行程了。但是如果你的时间比较充裕，那我们可以继续南走，经过大家都比较熟悉也是特别有名的独库公路往东走经过这个库尔勒，然后我们到达吐鲁番，去体验一下火焰山给你带来的视觉冲击力。在这里游完之后呢，我们整个北疆环线呢也就接近尾声了。休整完之后，我们可以直接前往乌鲁木齐，飞往各地了。新疆除了有特别好看的风景之外呢，还拥有特别丰富的地质地貌。那它除了有大量的非铺装路、狮子路等等之外呢，还有戈壁和沙漠。对于我这种喜欢自驾越野的人来说，那真的就是天堂啊！而我觉得这也是大众的新能源相比于现在主流的新势力品牌它的优势所在，那就是德系底盘。这么多年的调教功底呢，真的不是盖的。那 ID.6 呢，它是前后50:50的配重比，本身车身的灵活性做的就比较好。那另外它还是采用前麦弗逊后5连杆的独立悬架，整个底盘调教的特别扎实，特别厚重。那在这种非铺装路面行驶呢，它不会有那些新势力舒适型 SUV 那种软趴趴的感觉，同时呢也不会有很生硬的跳动。它的底盘和阻尼带给你的感觉就是恰到好处。那另外它整个车身包括底盘做的我觉得是特别紧致的，所以在这种非铺装路面行驶，如果你需要特别激烈的去驾驶的情况下，它整个车身的跟随性包括灵活性我做的也很 OK。 而且我们经过很多实测， ID.6 它的续航达成率还是特别实在的，因为整个我们环线大部分的时速呢应该都不会超过80公里每小时，所以你开 ID.6这台车它的续航达成率是在90%以上的。那你开电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特别的安静，所以在你整个的这个驾驶过程中呢，
它是非常舒服的。那另外呢 ，ID.6 它也标配了大众的 Travel Assist 的驾驶服务系统，所以我们在经过这些快速路呀或者这种高速公路的时候，直接把驾驶辅助打开还是很方便的。那开电车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用处，就是喜欢户外露营的朋友，电车它是可以放电的，你的音响、投影仪、火锅、烧烤，通通可以用了。在这么美丽的景色之下，搭着帐篷，吃着烤肉，再看着电影，那感觉太惬意了。现在我后面就是无人湖，看看兄弟们。那这次我除了开的有一汽大众 ID.6 Cross 之外呢，这次我们出行体验呢还体验了 AD4 以及大众的燃油车揽境、揽巡、探岳以及探歌，所以这是一次一汽大众油电全家族 SUV 的出行体验。那从这次的旅途，我们也能看得出来未来一汽大众它的油电同行的战略方针。好了，那这次北疆之旅到这儿就结束了，兄弟们，下期见。